完成了前后片，往下进行连接。这里肩部前面已经完成了连接，往下只需要连接腋下位置。这里先编织织条，然后调两侧织片分别缝合即可，方法与前面相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讲解袖子，由3条织片缝合而成，先编织对应的织片，然后缝合。这里除了3条织片之间需要缝合，下方没有收针的这个位置也需要编织织条，然后缝合。完成后，将其安装到前后片腋窝处，将袖子缝合位置与前后片腋窝下方缝合位置对应，然后上方中心与肩部连接位置对应。接着使用袖子最上方织片的线材挑这个区域，分别缝合。这里袖子与腋窝缝合时采用针与行的缝合方法，则往下我提供一个针与行缝合的方法。中途遇到缝合的织条时，挑大致对应的位置入针缝合即可，也可以挑边缘的2根线入针。只要缝完平整美观就可以。这里大家先学习这种缝合方法，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操作，请看演示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，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。并且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此时袖子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钩边，分为门襟钩边和袖口钩边。先讲解门襟钩边，开始从右前片拐角的位置起针，往上沿着右前片边缘后领窝钩到左前片边缘，再到下摆的区域，最后回到右前片起始位置。这里使用钩针钩织。这里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。先在右前片拐角位置
挑边缘的洞眼，入针，拿起对应的线，打一个活结，套到钩针上，钩出，稍作调整，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钩一针短针。这里可以将线头放于钩针上方，边钩边藏进去。往下分别挑边缘一针的洞眼，大致均匀钩出对应数量的短针。这里具体短针数大家参考图纸。这里可以间隔一个洞眼钩一针，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间隔。钩完后，大家看一下织片，保持平整。如果不平整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钩出的针数。遇到了包边的位置，大致钩出2针短针，往后完整织片的位置，按照第一个织片的方法钩出相同数量的短针，包边的位置大致钩出2针短针，完成后往下按规律一直钩到领口收针的位置，然后挑收针边缘下方一个洞眼处，大致对应钩出对应的针数。这里具体入针位置没有固定要求，只要美观即可。针数同样根据实际情况调整。包边的位置都是钩出2针，同样钩完要平整美观。往下我用成品讲解一下剩余部分。领口位置，同样挑边缘往里的洞眼，以及包边的位置，大致均匀挑出需要的针数。之后左前片按照右前片的方法对称钩织即可，两侧针数要相同，一直到下摆。拐角的位置，这里拐角处可以钩出3针，这样拐角比较圆润一些。之后往下挑起针处，挑织片边缘的1到2根线，或者针法之间的洞眼，入针，对应钩出相应数量的短针。一直钩到起始的短针位置。往下我演示一下结尾位置。钩完拐角的位置，往下挑第一个短针的针目，这里相邻竖向的辫子是起立针，跳过，挑左侧横向的辫子，入针，钩一针引拔针。这个引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将辫子拉紧。此时钩边第1圈就讲解完了，继续钩第2圈，接着之前的线头，先立针锁针起立，然后翻转，
从上一圈反面开始钩织，往左挑针目，1对引钩短针，往下一直钩到右前片前，这里右前片领口下方比较直的位置，需要留出扣眼，从领口到下摆拐角前，在这一段区域内，均匀留出5个扣眼，一个扣眼占2针。大家可以先标记出扣眼的位置，标记完成后，往下我演示一下留扣眼的方法。先钩织3针锁针过渡，下方跳过2针短针，挑下一针位置钩短针，这样就留出了一个扣眼。往下扣眼都按照这样的方法钩织，大家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到了开始位置，往下挑第一个短针的针目，钩顶拔针，拉紧。第2圈完成，下一圈需要换色进行断线，先钩1针锁针固定，拉大线圈，预留一点线头，断线。往下钩第3圈，需要钩织花边，将织物正面朝向自己，然后在拐角相对居中的1针上，也就是之前结尾的1针短针，进行接线。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钩2针长针，注意藏线。后面往左跳过1针，挑下一个位置，如果遇到了扣眼，挑锁针动眼入针；如果是短针位置，挑针目入针，对应钩1针短针。完成后继续跳过1针，挑下一针位置，一个位置钩5针长针。完成后，我将5针长针看作一个贝壳花，往下继续，分别跳过1针，交替钩织短针和贝壳花。中途遇到跳过的位置是扣眼时，就挑扣眼的动眼钩织相应针法即可。也就是扣眼的位置不需要空着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这一圈钩完。
钩到最后还剩几针时，大家看一下剩余的位置。这里最后一针需要钩织短针，如果按照规律最后一针不是短针，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调整剩余位置的跳过针数，多跳过或少跳过一针都可以，并且次数不固定，只要保证最后一针位置钩织短针即可。最后在起始位置钩2针长针，补齐开始这个贝壳花。然后在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上调2根线，入针钩1针引拔针，拉紧，断线。线头藏到背面即可。这样第3圈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此时门襟的钩边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讲解袖口的钩边，先沿着袖口绕圈钩织短针。第2圈时要翻到第1圈反面进行钩织，第3圈再翻到正面进行钩织。方法与门襟钩边相同，这里入针时都是调起针处，大致对应的位置钩出对应的针数。每圈的首尾都要钩引拔针连接。注意，第3圈钩织短针和贝壳花时，同样是跳过1针交替钩织，最后几针时根据情况调整。开始是贝壳花时，结尾要钩短针；起始是短针时，结尾要钩贝壳花。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袖口的钩边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装饰，由2种花朵、叶子、吊坠以及纽扣组成。这里花朵、叶子和吊坠都是分别制作，完成后再安装到对应位置。纽扣最后缝合到扣眼对应的另一侧即可。首先讲解花朵，有2种，为了方便区分，我将有珍珠的称为花朵1，另一种为花朵2。开始先制作花朵1，采用锁针环形起针，逆时针环状向外绕圈钩织，钩完后在中心安装1颗珍珠。用到了一个新针法，长针加针，请看我演示。先拿起对应线材，左手挂好线，这里开始预留长一点的线头，方便后面安装珍珠。右手拿起钩针，先用钩针打一个结，将其放于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，然后绕线将线勾出，稍拉紧，这样打结就完成了。开始钩织4针锁针，然后找到第1个锁针，挑这个锁针辫子外侧的1根线，钩1针引拔针连接，稍微拉紧。此时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立1针锁针起立，然后调起针的中心动眼，钩织8针短针，这里线头不要藏进去。
完成后，挑第一针短针的针目引拔，拉紧。第一圈完成，接着钩第二圈，先钩织3针锁针，然后挑下方短针的针目钩织长针加针，一个位置钩2针长针。完成长针加针，继续钩3针锁针，然后挑同一个短针位置钩1针引拔针固定。这里固定的引拔针不需要拉紧，往下继续，往左挑相邻针目钩1针引拔针过渡，同样过渡的引拔针也不需要拉紧。接着钩3针锁针，然后挑同一个针目钩织长针加针，再钩3针锁针，挑针目钩1针引拔针。我将同一个针目钩织的针法看作一个花瓣，往下继续挑针目钩织花瓣，先钩1针引拔针过渡，然后钩3针锁针，再钩1针长针加针，继续钩3针锁针，钩1针引拔针固定，又完成一个花瓣。往后按照花瓣的钩法继续钩织。钩完最后一个花瓣，在开始花瓣的位置钩1针引拔针过渡，然后断线，并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头。结尾的线头用于后面的安装。往下在花朵中心安装一颗珍珠，这里使用起针预留的线，穿入缝针，注意针要能穿过珍珠。如果线比较粗，穿不过去，可以将线拆股，分成2股。先将线穿到正面，然后穿入珍珠，在对称的另一侧入针。为了牢固，可以再穿1到2次。然后将2个线头打死结。
然后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即可。为了牢固，可以边藏边打几个结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。这样一个花朵衣就制作好了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对应数量的花朵衣制作完成。接下来制作花朵2，这里先进行钩织，然后卷成花朵的造型。用到一个新针法中长针，请看我演示。先拿起对应的线，参考图纸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，我这里已经钩好了，往下立一针锁针起立。接着调此时右往左数的第2个锁针位置，挑这个锁针辫子的上方一根线，钩一针短针，相邻调锁针辫子上方一根线，钩一针中长针。同一个位置继续钩3针长针。完成后挑下一个锁针位置，钩2针长针。和一针中长针。我将开始的短针到这里看作一组花样，往下就是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。钩完最后一组，还剩一针，继续钩一针短针，往下断线，同时预留30厘米左右的线头。完成后，往下将其卷成花朵造型，从起始位置开始，这里中心约 1.5 组花样，往下大体卷花瓣。之后卷成3层花瓣造型。然后
使用预留的线，调底部固定几针。边固定边注意调整，这里花朵的造型也可以根据喜好自行调整。这里只要固定完成后，花朵不会松散就可以。这样一个花朵儿就制作好了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对应数量的花朵儿制作完成。往下制作叶子，采用锁针起针，然后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用到一个新针法长长针，请看我演示。首先锁针起针，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。完成后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调此时右往左数的第二个锁针位置，调锁针上方一根线，钩一针短针。相邻继续调锁针上方一根线，钩一针中长针。后面钩一针长针。往下钩织长长针，钩针绕2次线，穿入相邻位置，绕线钩出。这时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。完成长长针，往下继续钩织4针长长针。后面钩一针长针，一针中长针，一针短针。此时钩完了起针的锁针，往下旋转织物，调起针的另一侧钩织，也就是这一侧针法的入针位置，钩织与这一侧对称的针法，具体大家也可以参考图纸。边钩边将起针的线头藏进去。最后，在开始短针上调针目紧拔，拉紧。第1圈完成，继续钩第2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挑第1针针目，之前拧拔穿入这里，钩一针短针，接着钩一针锁针间隔，往下继续分别挑上一圈的针目，一对应钩短针，短针之间间隔一针锁针。
钩完最后一个短针，继续钩一针锁针，然后与开始短针位置领拔，拉不拉紧都可以，最后断线，注意预留20厘米左右的线头，用于缝合。此时一片叶子就制作好了，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对应数量的叶子制作完成。下面制作吊坠，先拿起与叶子同色的线，一端预留20厘米左右，然后左手挂好线，右手用钩针打一个结，接着将下方预留的线从前往后挂到钩针上，钩针绕左手的线，绕线钩出，继续将之前的线挂到钩针上，绕线钩出，往后按照这样的方法钩织5厘米左右的长度，这里长度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钩到差不多的长度，结尾预留10厘米左右的线断线，将线拉出，2个线头打死结固定。这里线头保留，后面用于安装。往下使用花朵衣的颜色，在没有线头的这一端挑1到2根线入针，进行接线。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接着挑同一个位置钩织4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藻形针。接着挑下方同一个入针位置，钩一针引拔针固定。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即可。此时一个完整的吊坠就制作好了。这里吊坠的数量和位置不固定，大家可以参考成品，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同时吊坠结尾藻形针的颜色要与安装位置花朵的颜色对应。大家可以先将花朵和叶子安装完成后，再制作和安装吊坠。下面讲解装饰的安装。先安装叶子，这里装饰的叶子、花朵和吊坠都是安装在花片2的位置。
其中部分位置需要安装3片叶子，部分位置安装2片叶子，3片叶子呈扇形状摆放，2片叶子可以横向摆放，也可以呈8字形摆放。这里叶子摆放的位置和造型随意，可根据喜好调整。往下我演示一下叶子的安装。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，将叶子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将其放于对应的位置，按造型摆放。往下挑叶子背面，与织片对应位置缝合。这里沿着叶子边缘缝合，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完成后，将线打几个结固定。然后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。这样1片叶子就安装好了，大家按照对应造型将叶子安装完成。完成了叶子的安装，往下安装花朵。这里每个叶子区域都是安装一个花朵1和花朵2，同时颜色和位置不固定，可参考成品，也可根据喜好调整。这里花朵都是使用预留的线挑背面，大致对应缝合固定。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就可以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接下来讲解吊坠的安装。这里只有3片叶子的花朵下方需要安装吊坠，将有造型针的一侧朝下，然后使用之前预留的线头挑花朵之间的缝隙进行缝合。注意花朵要能遮住缝合的位置，比较美观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就可以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安装纽扣，找到门襟、扣眼对应的另一侧，使用钩边其中一种颜色进行缝合即可。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就可以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装饰的安装就讲解完了，到这里整件衣服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